所以我常常就说，压力大的人最大的不幸是自虐。别人说什么，别人怎样，那是他的事情。要变成压力，要变成受伤，是你决定，不是这个事决定。我决定把这个压力虐待我自己。对，所以压力大是口腔破、口干舌燥，更严重的胃食道逆流，有些人会便秘或拉肚子，压力很大，肩颈酸痛，呼吸喘过来，心脏跳得很快，去检查心脏没有问题，肺也没有问题，然后就头脑很乱，情绪很乱，失眠睡不好，这个是累积情绪压力造成神经系统失调。如果你没有好好处理，不断的沉积以后，现在是胃酸、便秘，有可能慢慢变成胃癌，变成大肠癌。你脑部情绪越来越弱，是老人痴呆、血管硬化、血压一直飙高，后来有高血压，有可能中风，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塞住。情绪最毒的就是常常郁闷，心中有怨气。中医一个藏语解释，堵住淤在这里，郁结，要么心脏出问题，要么肺出问题，要么乳腺出问题。就是肺腺癌跟乳癌很多都跟情绪非常有关系。欢迎您来到健康大前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现代人压力大，容易生气，情绪如果你不好好的控管的话，有可能会变成生病的来源。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洛桑加餐医师来告诉我们如何远离这些压力。如果你生病的话，又该怎么办呢？欢迎洛桑医师。嗨，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情绪压力是生病的来源，到底现代人应该要怎么样远离像这样情绪的一个伤害呢？其实情绪现在无所不在啊，做什么工作也是有压力。就比方说媒体记者也好，政治人物也好，商人也好，是家庭主妇也好，其实压力是无所不在。但就是说你一定要放下。我常常讲，比方说举这个杯子，这个有没有重量？有啊，有重量嘛。然后举了啊，现在不错啊，现在没怎么样了。但就是你举一天呢，手会酸呢，不只是酸，手可能会断掉，就完全没办法去活动。压力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你任何东西来了要放下，它像雪球一样滚大，它的重量一样，但就是它的重量会变化，你就随着时间 duration。所以意思是说，今天的事今天毕，所以我们不能把职场上面情绪压力带到家里面去，带到睡眠去，带到隔天去，那个是雪球一样滚大。所以情绪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很多东西放不下，就是所有后面产生的事情不是事的问题，是自虐的问题。自己虐待自己，对，我家人怎样，然后越想越不对，都是自虐。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且是抓着一个没有的东西，因为那天发生的那个 moment 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了。但就是说我们一个 memory 记着压力大，越想越不对。刚刚老板说的那个不对，刚刚那个来宾人然后刚刚那个导播怎样，然后越想越不对，然后回去想一想，明天又看到他又气又来了。所以都不是事的问题，是自己的思维一直在扭转。所以我常常就说，压力大的人最大的不幸是自虐，自己没有觉悟，所以我意思是说，别人说什么，别人怎样，就算你家人也好，家人对你怎样，那是他的事情。要变成压力，要变成受伤，是你决定，不是这个事决定。我决定把这个压力虐待我自己，对，是我决定的，你决定的。你把这个事情看得重，你就觉得好压力了。你这件事情没有无所谓。我常常讲是别人骂你白痴，你要不要生气是你决定，不是这个白痴这个词是带着刀跟枪的。他来到这里，真的会刺进去伤到你的心，是你决定，不是这个词决定。所以意思是说，我在处理情绪压力的时候，是我们要改变我的思维。我们的思维提升的时候，你就比较不容易生气。如果你的思维不提升的时候，你压力啊、情绪啊，然后不生气，做不到。我就说，不生气的方法不是忍耐。我常常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生气，赶快发出来。忍耐会内伤，会伤得更严重。当下发出来就好了，发出来就好了。第二个觉醒就是说，你生气是不对的，你要分开那个事是他错，但就是你生气是自己不对的。明明是他的错，为什么来惩罚自己？比方说他说你不是，对你误解，然后你有生气的时候，叫做二度伤害。你生气可以处理这件事情的，你不生气也可以处理这件事情的。所以不要有情绪，不要有压力的方法，就是说，你任何事情，如果你在觉的状态，你在 awaken 的状态，任何事情你可以没有压力的处理是你决定。
不是事决定，不是人来决定。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要不要情绪，要不要压力，要不要改变，是我们对人事物的看法的思维的提升。所以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人的思维，而不是你有钱，不是他的地位高，不是谁，因为事情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大的企业家思维跟我们思维不一样，因为他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大老板说要做这个，就觉得哇压力好大，怎么可能？不可能 ，impossible。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到问题而已，人家看到是机会，所以那个思维差了以后，就是大老板赚到钱，不然就是生老病死都一样。是，不过医师讲的这个境界可能需要一点人生的阅历，对，还有一定的年纪才能有那样的心境的差别。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太多的烦恼，太多的压力。那刚刚医师也讲，压力啊、情绪都是毒。对，那这些毒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我们会看到我们身体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第一个压力常常会胃酸，有时候压力大是口腔破、口干舌燥、食道、肠胃道，更严重的是胃食道逆流。然后有些人会便秘，有些人就是会拉肚子。所以肠胃道是最敏感的第二个大脑。第二个就是压力很大，自律神经失调，肩颈酸痛，有时候呼吸喘过来，心脏跳得很快，好像哪里出问题，去检查心脏没有问题，肺也没有问题，笼统的一个诊断叫做自律神经失调，神经乱放电。然后就头脑很乱，情绪很乱，然后就失眠，睡不好。所以现在台湾的失眠的问题、自律神经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这个是累积情绪压力造成你神经系统的失调。如果你没有好好处理，没有把水放下，该原谅的、该放下的没有的话，一直不断的沉积以后，现在是胃酸、便秘，有可能慢慢会变成胃癌，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有可能脑部情绪越来越弱，是老人痴呆、血管硬化、血压一直飙高，后来有高血压，有可能中风，然后血管开始硬化的时候，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塞住。所以这个情绪毒素是日月累积下来的。另外一个情绪最毒的地方就是常常郁闷，心中有怨气。我们再讲，就是中医一个藏医解释，堵住。淤在这里，郁结，要么心脏出问题，要么肺出问题，要么乳腺出问题。所以我就是看过很多，比方说乳癌的病人，或是肺癌的病人，大概都是怨气。怨的人一定是家人，不是别人，就家人，一定是啊，不是外人。外人不太会怨呐，要么老公，要么小孩，要么父母，要么公公婆婆。最亲的怨的越深。曾经我对他怎样，然后他欺负我，我小孩不孝顺，然后这个谁这样子，我老公外遇，对，我老公外遇，好像全世界对你的，那你从来没想过是你的问题吗？意思是说，不管别人怎么样，别人是别人，你是你，这些都是你在作怪呀。心里的魔在这里，不是外面。心魔。对，心魔。可是医师，你这样跟这些病人讲他就不郁结了吗？我看很难。就是一定要打到点。就把他打醒，就是说你在自虐，有一天你自己会都是会垮，对，会垮。你既然要有家人，就是感恩快乐，不是怨的恨啊，这是自虐的行为，自己不好，家人也不好啊。一定要记住，肺腺癌跟乳癌很多都跟情绪非常有关系。有些人没有抽烟，生活习惯都正常了。后来检查出来都是这样子。对，因为最近在这里很多人有肺腺癌，尤其是女性，然后乳癌也是女性嘛，所以他们非常有可能是因为情绪压力造成的。对，就是我们常常咨询的时候，真的是对家人的怨气很深，甚至有些太太怨什么？怨自己妈妈，然后问她说妈妈怎样？妈妈走了。还在怨，对，2年都还怨我怎样，我孝顺他。我说那你把他挖出来跟他对峙啊，不可能嘛，连死人都不放过，人的情绪很可怕，都是在这边作怪，不是事。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真正要情绪处理，就是提升你们自己的思维、看的方法，把自己照顾好。我们都希望别人对你好，但就是我们扪心自问，你对你自己好不好？是这个医师讲的这一套，真的是非常的博学，因为我觉得不是一蹴可及的啦。一般人可能知道那个道理，可是真正要做到不容易，会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我知道医师有一本新书不生病的藏传舒压术，可不可以很简单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舒压，或者有一个呼吸法，对吧？对，最好舒压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情绪稳定。
你不生气就不要生气，不生气才是对你抒压最好的方法。因为不生气的时候，你不太会怨别人，不太会讨厌别人。然后第二次发生的时候，你觉得笑笑就好了。但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多副作用。看到他很气，再发生事情就更气，然后就会睡不着，自律神经失调，一大堆事情。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你一定要每天背起来，生气是毒药，生气是破坏你的福报，破坏你的健康，潜意识一定要种下这个，不然我们的那个情绪习惯性的别人说你不顺眼，是马上会出来。情绪控制不了，那个叫做 unconsciously， 是没有意识的状态。所以我们的那个 data 要潜意识一定要种下，一定要知道，生气唯一的功能就是喝毒药一样。你自己喝毒药，别人不会怎么样，你先会死。这个严重程度这样去想，这样的时候就慢慢，你就不生气了。甚至我教一些太太，就是老公骂你的时候，你就说谢谢老公，真好。真的假的？真的，老公不吓到，老公做了几次以后，老公就开始不骂你，老公会怕他。因为是你改变，你平常是想改变他，但是我们这辈子能改变只有自己啊，为什么不自己改变呢？所以他骂不下去，真的。然后就说你心中，比方说平常很讨厌老公，老公这个机车，怎么每天都碎碎念？你的思维改变，他碎碎念是为何好？他心疼我，他才骂我，因为你的心态变了。你就不会讨厌这个人，你不会讨厌的时候，反而转感恩，感恩他的时候，他骂你的，你的心里舒服，你怎么会生气呢？所以意思说，人最大的是改变自己的思维，对人的看法，特别是对家人的看法。我常常讲，就是说，家要变成道场、修行的地方，不是战场，每天都吵来吵去。所以意思说，把你的老公当成是你的菩萨，他真的会菩萨来对你。你觉得他是魔来讨债的，然后来虐待你的，他真的是用这个方法来虐待你。所以唯心所造，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心的反应出来，都是你心中只有感恩，心中只有善良，心中只有放下，心中只有菩萨的时候，你面对的就是这些啊。别人骂你都觉得哇，好感恩，他那么心疼我，心界，最后受益者是你啊。所以别人骂我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谢谢，谢谢，感恩，继续骂。那对方会觉得我是神经病，那是他的事情，你要分开，不要纠缠。他怎么想是他的事情，但就是你开心是你的事情了，100% 你自己的东西啊，你赚到真正心理平静，对人的看法完全是改变。但就是说他怎么想是他的事情。所以我跟很多太太说，跟老公谢谢感恩时，他说是不是吃错药？他会想什么？那是他的事情。你们两个是分开的，但就是你要思维渐进，你对人的看法改变是从那一刹那开始，你的家就改变了。对，的确是啊，你要改变别人非常困难，对，你很难。可是你改变自己可能比较容易一点点，100%可以，100%可以。对，然后你不要想去改变别人，改变人一直想改变别人就是疯子，是你智慧最后真的会疯掉。对，但就是改变自己是有成就的，因为大部分的人是想要改变别人。对，我看你这个地方不顺眼，比如说小孩，或者是老公，或者是同事，或者是你的下属，对，你想要一直骂他，一直骂他，对，希望他可以改变，上这个所谓的正轨，可是好难哦，很难。然后毒素都在自己的身上，自己身上，然后害了自己，对，喝了很多毒药，然后就看到孩子不顺眼，看到老公不顺眼，那大家就叫他变成战场了。变成战场的时候，草木都不生，你就会生病。现在心理健康可能比你的 physical 身体的健康还要更重要，因为心理绝对100%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对，医师刚刚讲，莫生气，不要生气，就是第一步。对，你就跨出这一步。对，跨出第一步，然后对家人100%的感恩，不要有怨气。真的，只要燃起你对家人的感恩的时候，你家完全变化，钱不会变多，房子不会变大，但就是气氛变好。为什么不要做？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你父母有感恩的小朋友，就自然会变成有感恩的人。对，然后就是上一代、下一代全部都变成有感恩的人，没有任何的怨气，是这个家就是一个道场。对，这听起来很玄，可是如果你愿意做的话，会变成 magic。对，会变得很神奇。Miracle 在这里，不是外面的，不是中乐透啊。对，神奇 Magic is here，对，在心里面。对。医生今天跟我们讲了一番道理，说难很难啦，应该这样讲。可是如果你
跨出那一步，可能就会变得很顺利哦。我知道现代人的抒压方式很多，有人是去运动，有人是打坐，对哦，很多人去这个宗教的场所啦，做各种心灵上面的抒压跟解脱。如果说他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常常讲，就是晚上做一件事情 ，gratitude meditation， 感恩瑜伽。感恩瑜伽每天做3分钟，你完全会改变。就是晚上睡觉前感恩自己，我今天就是真的是还活着，感恩我自己今天吃到一个美好的餐，感恩老板对我很好，感恩我的先生，感恩我的小孩，感恩我的父母，感恩对我不好的人。今天就谁骂你谁干嘛，还要感恩他一次，那一刹那你放下了。所以就是杯子放下了，意思说每天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最少你晚上睡得非常轻松，你就连噩梦都不会见，甚至连做梦都不会做，甚至有时候可以练一下，比方说你很讨厌的那个人某某某，写下来然后说出来，你讨厌那个人，你叫他放下，原谅他，就是你真的说出来，感恩这个某某人曾经对我不好，但就是说我希望他健健康康、平平啊，开开心心。你说了21天以后，突然不讨厌那个人，不讨厌那个人的是撞到是你自己，心里好像一个石头突然就放下了。哇，他人还不错。真的吗？真的。如果那个人很机车嘞，机车也是，你会觉得他有机车也蛮可爱的。你会看到他的优点，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你很讨厌的时候，只看到他缺点，他就是笑一下都觉得怎么这么难看，笑得很猥亵，对，猥亵，然后觉得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但就是你一感恩的时候，那个发出去，你看到他的优点，哇，原来他也这么可爱。你对世界的人事物看顺眼了，是最后赚到是自己的心理平静，不是别人。所以感恩的力量就在这里。是。然后在国外做过一个 study， 就是小朋友如果从小记得感恩，每天做感恩瑜伽的时候，他的学习表现 double 的成长，本来不及格的马上及格。因为小朋友心很平静，你只要感恩的是你看到你自己的 value 价值，因为人就是创造价值，对，所以他的 confidence 很快就回来，是，所以那个力道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烈。医师说的这个感恩瑜伽有特别的动作吗？还是说我们只要就是如果坐下来静坐，如果 verbally 说出来是最好。感恩我自己今天很开心，感恩我的老公对我很好，他今天没有骂我，真的我逃过一劫，谢谢他。要说出来双重效果，感恩我的小孩，感恩父母，感恩我的老板，感恩他今天真的骂我，但也有放过我，没有打我算不错了，谢谢他。真的，你发生好的事情、坏事情，你感恩一遍，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也算是把今天一整天从早到晚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再回想一遍，记起来一下，然后发出感恩的心。是。然后最后收获的是，你就会睡得好，情绪稳定。你呼唤了你所有的细胞，因为我们所有的细胞都有它的记忆。比方说你写字，练了以后，你现在不用去想，很快就抓住。因为这个是记得 ，OK， 所以所有的细胞都是一个小 unit 记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出来是？我大脑记得感恩，我的眼睛记得感恩，我的所有的身体的细胞都记得感恩。然后碰到这个人的是那种感受，那种分离，就是没有那么不自在。医师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我相信在看我们 YouTube 频道的所有人，应该都曾经遇到一些低潮、焦虑，或者你现在正在经历一段情绪非常低潮的时刻，他可能很无助，他可能看了很多医师，可是还是在那个低谷里。可不可以请洛桑医师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度过那个低谷？还是你给他们一句话？通常就是比方说人情绪低落、忧郁，或是有些人被诊断癌症最低落的时候，家人做的是陪伴、聆听，不要去讲任何的大道理跟建议。陪伴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比方说忧郁症、癌症，讲道理其实变成第二个压力。人家想想看，就是想不开啊 ，trap 在那里。真正这些人的压力来源是家人。家人以为就是你要想开一点啊，你要放松一点啊，你要怎样怎样的，你要吃药啊，你要干嘛，都是压力。所以跟这些的沟通，就是从内心的去陪伴、聆听他在想什么。他不是不懂道理，他也知道，他也要放下，他也想开心。但是没办法，在那个情境，你我都是一样的概念，只是说希望有人陪伴着我，
听着我讲话，跟着我走出来，跟着我傻傻的坐在太阳底下发呆，不说任何一句话，不讲任何一个道理，那个才是真正帮到忧郁症的病人。千万不要讲道理，不要跟他讲任何的事情，道理就是不要劝他。你说想开一点，那也没什么。甚至我咨询过一个忧郁症的病人，说医生啊，如果你遇到你会这样吗？吓到，真的啊。所以突然我就闭嘴了。他说我也知道道理啊，但就是如果你遇到你会这样吗？真的是一棒就打醒。哇，我们有时医生的角色也会讲道理啊。你要这样子想开的时候，特别是这种脆弱的时候，我们只能 support， 都可以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只要陪伴就好了。聆听，不要去建议，不要去讲道理。好，最后医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您这个1分钟的倒立三角呼吸法？呼吸，对。通常我们这就做好，做好以后就是一定要腰、胸、颈都要挺，停了以后就是你可以右手放肚子上面，左手放后面，然后就是肩颈要松开，然后嘴巴微微的闭着，舌头往上而顶，然后就是眼睛闭着，然后有一点微微的笑，不要带着死相，好像欠很多钱的那个很重要，因为你带着微笑，大脑会分泌很多多巴胺，肌肉就会放松，不要皱眉头，然后比吸比吐，吸的时候一定要吸到肺部，吸到肚子。吸的时候肚子是鼓出来的，叫做单点式的呼吸，你感觉肚子是慢慢鼓出来的。然后吐的时候是肚子缩进去的，你可以用手慢慢把它压进去。然后吸的方法就是吸4秒，停4秒，吐4秒，就是跟着练习，吸2、3、4，停2、3、4，吐2、3、4，吸2、3、4，停2、3、4，吐2、3、4，吸2、3、4，停2、3、4，吐2、3、4。这个 cycle 可以做21次，特别是在办公室做的时候，突然你头脑会非常清楚，就会觉醒过来。大概21次就要花3分钟左右而已。倒三角式，倒三角式呼吸法，这个是有时候你坐办公室太闷，或是有点缺氧的概念，它会醒过来。对，因为憋气的关系。OK， 对，所以倒三角式呼吸法，以及你在睡前花3分钟，对，做一个或感恩的是在办公瑜伽室，对，只要感恩燃起，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而且你的身体也会得到帮助，非常对帮助以及健平静跟康。自在。是，今天非常谢谢洛桑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谢谢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平静健康的人生。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拜拜。